一个创造者，他能知道他自己。根据 S 哲斯的观点，意识单位或创造者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的能力，他们可以了解自己的存在、本质和能力。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创造力和运作方式，且可以自主选择如何运用这些能力去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实相。换句话说，创造者有能力自我觉醒和自我创造，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且在整个宇宙的运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个完整却可分割的力量，它是一个，又是无穷多个。根据 S 哲斯的观点，宇宙是由一个完整但可分割的力量所构成的，这个力量同时是一个整体，也是无穷多个部分。这个力量可以被称为全部存在，也可以称为本体。这个力量包含了所有存在，所有的实相，包括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所有的意识和一切可能性。它可以被认为是宇宙的本质，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统一体，同时也包含了所有可能的组成部分。这个力量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是永恒的、无限的。一个同时是永恒而又会死的力量，一个一头栽入它自己的创造性，形成四季，而又体验四季的力量。这个观点暗示了宇宙中存在一个永恒的生命力量，它有创造性的能力，能够形成季节循环，创造生命，然而同时也是会死亡的。这种力量的本质既是完整的，又是可分割的，能够在无穷多个层面上表现出来。通过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理解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充满生命力量，它们不断地在变化和转化，却又是不断循环的。在个别化中享荣耀，却又永远觉知所有个别化的经验之内、之后、之中的伟大的合一。S 哲斯的观点认为，每个个体都是唯一的，有其独特的个别化体验和觉知。然而，这些个别化的体验都是以整体意识的一部分形式存在的。这个整体意识是所有个体的共同依托，因此所有的个体都是相互联系的。在这种意义下，个体的个别化体验与整体意识的合一是不可分割的。S 哲斯认为，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使命，且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来贡献于整体意识的进步和发展。同时，整体意识的发展和进步也反过来影响每个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在个别化的体验中，每个个体都能够享受其独特的荣耀，但同时也能感受到整体意识的伟大和合一。梦是最早的网路，所有的那些发明即为梦世界的灵感和通讯的结果。在 S 哲斯的观点中，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因为它是灵感和通讯的来源。梦境可以被视为人类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一种桥梁，它们是同等重要的两部分。梦境中的符号和意象可以启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且在许多创新的发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 S 哲斯曾经提到，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的灵感来自于他在梦中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球体。同样的，其他科学家和发明家也从梦境中得到了启发，发明出许多革命性的发明和技术。因此，在 S 哲斯的观点中，梦被视为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它们是一种先驱和先兆，能够启发人类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人梦到他的世界，而后创造它，而意识单位首先梦到人和所有你们所知的其他物种。S 哲斯的观点认为，人的世界其实是源于意识单位的梦境。意识单位是一个非物质、永恒存在的存在，它能够梦到各种物种和现实，包括人类世界。
这些梦境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网络的系统，可以使意识单位之间进行通讯和共享信息。而人类则通过梦境得到灵感和创造力，进而创造出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发明和创新。因此，人的世界和物种最初来自于意识单位的梦境。未来人类的方向在梦中，所有的解决之道都在梦中，我们可以透过暗示向梦中求取，这是潜能开发。S. 哲斯的观点认为，梦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可以启发人类发掘自身潜能和未来方向。他认为，人们在梦中可以接收到超越日常意识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含了个人、集体以及全球层面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他提倡人们主动透过梦境来发掘潜能，可以透过向自己下暗示的方式来引导梦境，进而获得创造性和灵感。此外，他还认为，透过梦境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也是可能的，因此梦境也是一个集体智慧和共同创造的场所。总之，他认为梦境是一个可以帮助人们实现个人和集体潜能的神奇领域。